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女人有3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：出生、学历和婚姻。而对于出生底层的女人来说，也许只有婚姻这1次机会。本期案件的主人公就是如此。上帝将她扔向贫民窟的同时，又给了她一副姣好的面容。靠着这副面容，她跨越千里，从菲律宾远嫁美国，成功让父母过上优渥的生活。可几年后，她却突然人间蒸发，因为她的失踪，警方揭开了16年前另外一位女子的离奇死亡案。这场用钞票叠起来的跨国婚姻背后的结局和真相究竟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。故事非常精彩，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菲律宾的艾米丽塔·维拉，她生活在一个拥挤的贫民窟中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日子过得十分拮据。偌大个家庭挤在铁皮屋里，劳累一天回来后，还得忍受周边嘈杂的环境以及随时会发生的盗窃。因为长相出众，所以父母希望维拉以后能嫁个有钱人，以此改善家里的条件。可维拉却从来不关心这些儿女情长。相反，他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学习和做兼职贴补家用上。对于亲戚问他以后想嫁给哪里人的调侃，维拉都只是一笑而过。18岁那年开始，维拉身上的女人性征越发明显，周围的7大姑8大婶看了之后都怂恿维拉父母，这么大个女儿也该卖了，等过几年她有自己的想法后，你这做父母再怎么劝都没有用了。在亲戚的推动下，父母终止了维拉的学业。那天维拉哭了一整晚，她既愤怒又无奈，那种人生的无力感就如同万箭穿心般痛。她深知父母赚钱不容易，如果自己继续读下去，那家里其他兄弟姐妹连吃饭都会成问题，所以便同意了辍学要求。在未经维拉同意的情况下，维拉的父母在一本叫做《樱花》的征婚杂志中发布了女儿的照片。维拉知晓后也没太在意，因为维拉觉得那些就是骗人的玩意儿，哪个傻瓜会相信杂志上的广告？可没想到广告发出去后，居然真有3个人联系了他父母，而且都是美国人。在与维拉相见后，其中一个叫做杰克的男子从包里掏出了厚厚一叠美钞，直接放到了维拉父母面前。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看着眼前厚厚一叠花花绿绿的美钞，维拉父母虽然表现得很淡定，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。一家人与美钞距离从未如此之近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有钱人的婚姻是谈婚论嫁，穷苦人的婚姻则是强买强卖。见面之后，维拉父母就答应了将女儿嫁给杰克，一个比维拉大了整整26岁的美国人。为了安抚丈母娘的不舍，杰克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，包括在军队的服役生涯、退役后从事的艺术工作等等。听到准女婿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深不可测的家世背景，丈母娘恨不得杰克能够立马叫他一声妈。杰克答应，只要他们把维拉嫁给自己，那他就每个月给他们寄250美元的生活费。对比维拉父母当时只有几十美元的工资，足足翻了 N 倍之多。从菲律宾到美国虽然相隔千里，但对维拉父母来说，距离只有一叠钞票。可这场用钞票叠起的姻缘，注定会随罪恶之火燃烧殆尽。结婚后，维拉跟随丈夫来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，两人很快拥有了一个可爱儿子。对于远嫁他乡的维拉来说，她的生活只剩下儿子和丈夫。可随着儿子的逐渐长大，自己与丈夫的关系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。和朋友聚会期间，维拉甚至表示自己对杰克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，相反，她爱上了另外一位女性伴侣蒙娜丽莎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和蒙娜丽莎开始新的生活。听到这样的话，朋友自然非常吃惊，他们以为这只是维拉酒后乱言，所以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可几天后，他们却发现维拉突然人间蒸发般，怎么都联系不上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询问了维拉的丈夫，面对警方的到来，丈夫杰克却丝毫不在意，甚至告诉警方不用大惊小怪，妻子10成8九又去找他的女友蒙娜丽莎了。在杰克的指认下，蒙娜丽莎承认了自己和维拉的恋爱关系，但她表示当晚2人8点就分开了，自此之后她也没见过维拉。
几天后，维拉的丈夫杰克主动找警方，并提供了一些维拉的私人物品，希望警方出动警犬进行搜索，甚至还发布悬赏令，称只要有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，他就悬赏$25,000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如果一个女人离奇失踪，那10成8九跟她的枕边人有关，杰克更是如此。因为在走访调查中，维拉的朋友透露，杰克和维拉两人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。杰克不但不允许维拉和其他男人来往，还非常喜欢看色情片，甚至要求维拉与前妻的儿子发生性关系。这变态的嗜好让维拉几度精神分裂，如果不是蒙娜丽莎及时开导，恐怕维拉早已变成精神病。从朋友口中，警方还得知，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，杰克承诺支付3万美元给维拉，条件是不允许他离开。搜查维拉的汽车时，细心的警员也的确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，例如当天汽车的驾驶位置明显宽了很多，开车的人似乎比维拉要高很多。结合维拉朋友的口供，警方认为她丈夫杰克嫌疑重大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杰克的社会信息显示，在遇到维拉之前，他有过3段婚姻，第一段婚姻以离婚结尾，剩余2段婚姻中妻子都离奇死亡。现在第4段婚姻的维拉又离奇失踪，这到底是杰克运气背得不行，还是里面大有文章？要想知道答案，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维拉。根据资料，杰克的第2任妻子名为沙伦，沙伦曾为杰克生了2个儿子。后来由于军队调动，杰克需要从美国前往韩国基地服役，不同意的沙伦便单方面提出离婚。面对执着的妻子，杰克临时请假回到家中，试图挽救2人的婚姻。可短短几天后，沙伦就因为胸部中枪去世。当时警方给出的判断是自杀。在沙伦去世后，在驻韩服役的杰克认识了第3任韩国妻子永惠崇。相比较于沙伦，永惠崇的死亡过程更蹊跷。杰克表示，那天他带着妻子前往惠特尼湖度假，下午妻子独自一人在橡皮筏上游玩，自己则返回营地拿鱼饵，但回到原处后，却发现妻子掉进湖里溺水身亡。妻子永惠崇的家人知道后，火速从韩国赶到美国，可他们连女儿遗体都没能见上一面，因为杰克早已将其送到殡仪馆进行火化了。但永惠崇的妹妹自始至终都认为是姐夫杀害了姐姐，因为事发后湖区的保安证实，当天的姐姐的橡皮筏没有损坏，但由于尸体已经火化，所以即使永惠崇家人持有疑义，美国警方也没有办法继续调查。到了这里，调查陷入了死胡同。但沙伦卷宗里的一张死亡现场照片吸引了警方的注意，他们将这张照片发给了血溅形态学专家分析，结合当时沙伦的身体形态特点以及家中只有一把长管猎枪的情况，血迹专家让女警试图复原当时开枪自杀的情形，但都与实际结果矛盾。与此同时，当年负责尸检的法医告诉血迹专家，他记得当时沙伦左胸处有一处枪伤，子弹是从胸前射入，然后以小角度穿入胸腔，子弹的轨迹表明枪口应该是略微向下倾斜。在经过多方专家严密论证后，警局否定了此前沙伦死于自杀的说法，并以怀疑他杀的判断写入报告。沙伦死亡当天，住所除了他自己外，就只剩下丈夫杰克，所以杰克嫌疑重大。有一就有二，既然沙伦的死和杰克有关，那维拉的失踪跟杰克也肯定脱不了关系。可怎么样才能让杰克露出马脚呢？这让 FBI 很是头疼，因为杰克曾在军队服役，各种反侦查能力都非常强。几天后， FBI 想出了一个很狡猾的计划。那天早上，探员再次登门拜访杰克，交谈中，探员告诉杰克，需要将维拉接触过的部分物品带回局里鉴定。探员先是假装按例从维拉房里拿走了梳子和几件衣服，在客厅用塑料长模打包这些衣物时，探员还假装询问杰克客厅的地毯是否有更换过，如果没有更换过，那他们也得带回警局鉴定。因为客厅作为公共空间，歹徒很可能在地毯上留下痕迹，局里刚好可以用最新的 DNA 测试技术比对出来。听到探员这么一说，杰克立马答道，这地毯是刚换的，之前那张因为被儿子弄脏了，所以被丢掉了。临走之前，探员还深情地拍了下杰克的肩膀，跟他说凶手一定跑不掉的。而就在街道一侧，另外2名 FBI 探员正监视着杰克的一举一动。原来之前登门拜访杰克的探员只是为了引蛇出洞，利用 DNA 技术找出地毯上的痕迹，只是一个试探。
果然，在确认探员驱车离开后，杰克就把客厅的地毯丢在路边的垃圾桶，这说明杰克做贼心虚。可在没有找到维拉的尸体前，警方无法以蓄意谋杀罪起诉杰克。1年之后，一位偶然在惠特尼湖区附近狩猎的人在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，经过牙齿比对，法医很快确认了尸体主人正是失踪多时的维拉。在埋尸地点附近，警方找不到任何属于维拉的首饰和私人物品，由此可断定维拉当时不是离家出走。在维拉被掩埋时，肺脏所处的位置，法医发现了密度超标的硅藻，说明维拉生前曾吸入大量湖水。如果维拉是自己坠湖身亡，那他尸体不可能会被埋在湖边，除非有第三人杀害了他，然后将其埋尸至此。在听证的过程中，维拉的儿子也向警方说出了父亲犯罪的事实。他说爸爸和妈妈曾经在浴缸里打架，这一切都说明是杰克杀害了维拉。法庭之上，检方通过对沙伦血迹形态的复原试验以及维拉的尸体特征2项证据，以1级蓄意谋杀罪向法院起诉杰克。最终法院判处杰克99年监禁。在监狱待了几年后，有记者回访杰克为什么要连续杀害自己3任妻子，杰克回答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性。他15岁时就有了第一次婚姻，也就是15岁时就有了性启蒙，之后自己便喜欢上了色情小说和影视剧。在酒吧中偶然认识了欲望同样强烈的沙伦，但后来因为自己要到韩国服役，沙伦提出分手，自己一气之下便除去了沙伦。后来在韩国服役期间，枯燥单调的军旅生活让自己不得不通过色情影响来转移注意力。他发现自己对亚洲女性的兴趣越发强烈，所以便有了第3任韩国妻子永惠虫。可婚后，永惠虫对男女之事很是冷淡，这让他很不高兴，最后一气之下错手杀害了永惠虫。至于维拉，自己也是看她漂亮才把她娶回家。杰克的狱友也透露，虽然这家伙已经一把年纪，但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女人，经常在监狱里炫耀自己的辉煌过去，向我们普及亚洲女性和欧美女性的区别。有时候听腻了，我们就当他是自言自语。因为贪恋金钱，维拉被自己家人推向杰克，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惨死他乡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，实在令人唏嘘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